大家好，我是罗以，欢迎来到罗以时间。这里是基督信仰的科学证据专题系列第7集。为什么一切生物各从其类，从来没有共组？让 DNA 告诉您。这是进化论凭想象虚构的生物进化图。它的意思是，人和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依据这样的假想虚构，最有名的英国进化论学者，也是达尔文最忠实的追随者查理·道金斯，他认为香蕉、橘子、胡萝卜都是人类的表兄弟，并说这个表兄弟的名单要有多长就有多长。按照这个假想虚构的进化图，那是当然的，一切生物出自一个根，就是同一个家族，相互就有亲缘关系，不论远近，都是表兄弟。同样，依据这样的假想虚构，美国国家科学院这个世界顶级的科学殿堂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科学进化与神创论》，提出了人和黑猩猩600万年前是共主，4亿年前的古代鱼是人类的祖先。尽管人和香蕉是表兄弟，人类祖先是古代鱼，都没有任何 DNA 的科学证据。尽管前者穿着畅销书的外衣，后者穿着顶级科学殿堂的外衣，在可验证的 DNA 面前，都是皇帝的新衣。发现 DNA 之后的低后生物学时代，清楚看见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一切生命的问题都必须从 DNA 寻找答案。进化论就像综艺节目超级明星脸比较外形外貌那样，从骨头、化石、形状、尺寸的比较去寻找亲缘关系。这当作综艺节目逗逗乐还可以，怎么可以把逗乐当作严肃的科学结论呢？这不仅荒唐至极，更令人悲哀。这是科学界的悲哀。只要到美国国家基因银行免费网站去看一看 DNA 编码，用简单的指数运算分析一下 DNA 编码，就可以看见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前面几集已经分析了很多， DNA 是信息，进化论者只是习惯看生物的表体，看肉体，他看不见肉体背后的 DNA 编码遗传信息。和计算机编码信息一样， DNA 编码信息是以数码化的方式进行传递，绝对的精准、稳定、保真，避免了一切共主、进化和微进化的发生。
人和一切生物都来自各自的原个体，这是从 DNA 编码可以看见的，是可以去验证的。我们一起来验证 DNA， 寻找科学证据。这也是每一个具备电脑、数学和生物基础知识的高中生都可以做的事情。只要在美国国家基因银行的网站上，把可见的 DNA 编码用简单指数运算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生物进化图是不存在的。这个生物进化图是假想虚构出来的，是欺骗人的。低前生物学的进化论者说，人和一切生物都是来自同一个根，都有亲缘关系，都是表兄弟。他们的依据是来自骨头化石的形状和尺寸的比较，完全凭的是外貌和形体。而低后生物学从可见的 DNA 编码的解码和数学分析，他们看见人和一切生物相互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一切生物各从其类。他们依靠的是 DNA 亲子鉴定。试想一下，当一个孩子丢失多年以后，你是去凭外貌形体来确定是不是你的孩子，还是凭 DNA 亲子鉴定来确定是不是你的孩子呢？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一切生命相互之间到底有没有亲缘关系，在科学上只有 DNA 才能告诉您。是上帝创造了一切生命，各生命相互间有没有亲缘关系，要听创造者怎么说，也就是要听圣经怎么说。只有圣经说的和科学的结论是一致的，才是正确的结论。进化论者虚构这样的一个进化图，告诉我们说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的，并没有拿出 DNA 的证据。上帝告诉我们，一切的生物各从其类。他告诉我们，结种子的菜蔬，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神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养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人们常说，重要的事要说3遍。我们的神在重要的事上常常也会重复。例如，神很在意公义，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圣经说，公义和公平
是他宝座的根基。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圣经中有263处的经文提到神的公义。上帝在3500年前就19次重复了一切生物各从其类，可见神早就预料到今天科学至上的人们为了否定神，宁可相信进化论者虚构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的，人和萝卜香蕉是表兄弟，这样荒唐的事情，也不愿意相信神说的一切生物各从其类。上帝不但在圣经中告诉我们生物各从其类，在今天科学上也给出了生物各从其类的 DNA 证据。我们一起来看 DNA 科学证据。进化论把人和一切生物都框在这棵树上，并告诉人们都是从一个根进化而来，都有亲缘关系，都是表兄弟。如果没有 DNA， 如果不认识 DNA， 你是无法反驳的。虽然我们的神在圣经中19次重复一切生物各从其类，没有任何的关联，但是今天被进化论污染的人们是不会相信的。他们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我们也知道一切的生物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有相同之处又各从其类，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各生命的相同之处。我们知道各生命体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这是相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人就是由40到60万亿个细胞组成的，而每一个细胞中呢，都有染色体 DNA 和线粒体 DNA， 这也是所有的生物相同的。还有就是各生命体中的染色体 DNA、线粒体 DNA 都是由 ATCG 4个编码组成序列构成的。这个人和一切的生物也是相同的。比如说我们人从第一个受精卵细胞开始，里面就有了来自父亲和母亲的染色体 DNA、线粒体 DNA， 所包含了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从第一个受精卵细胞开始，一直到后面的40到60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中都有这样的60亿 DNA 编码，是来自父亲和母亲的。可以说我们人就是编码编出来的，因为每个细胞中都有60亿这样的编码。而其他的生物同样也是 DNA 编码编出来的，因为在它们的每一个细胞中同样也是这样的 DNA 编码，只是数量不一样，再一个就是编出的序列不一样。人和一切的生物都是由独一无二的染色体或者还有线粒体
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基因组，有染色体的基因组、线粒体的基因组。我们今天在这里主要是讲的染色体和染色体的基因组。人和一切的生物都是通过精子和卵子把基因组的信息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的。比如说我们人就是由这样的双螺旋结构的染色体组成了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基因组。我们人的基因组是22条长染色体和2个性染色体，一共24条染色体组成的。22条长染色体从精子进来，22条长染色体从卵子进来，这样就有了44条染色体，再加上精子和卵子各进来一个性染色体，这样在我们的人体中就有了46条染色体。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各个生物都有自己的染色体的数目，大多数都不一样，数目都不一样，但是也有相同的数目。相同的，像这个黄尾猴56条，蝙蝠56条，羚羊56条。虽然说染色体的数目是相同的，但是并不是同一类的生物，这一点非常的明显。也就是说，你像我们人46条，这个金丝绒猴也是46条，它也是22条的长染色体，2个性染色体，24条染色体组成它的基因组。我们人也是22条长染色体，2个性染色体，46条在这里组成了我们人的基因组，这都是相同的。各生命体都是基因组独一无二的遗传信息决定并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内外的形体。也就是说，我们人的基因组决定我们这样的一个形体，金丝绒猴的基因组决定了它这样一个形体。你看到了吗？从1到5都是，就是说这都是相同的啊，都是相同的。这么多的相同，我们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都是同一位创造者，上帝创造了生命。那各从其类到底表现在哪里？表现在这里，都是 ATCG 这样的4个编码，就像我们的电脑信息，都是2态码0和1组成序列传递信息，而生命呢是由4态码 ATCG 组成序列传递信息，所以奥秘就在这个地方，组成序列，它会组成不同的序列，所以我们这里才有这么多的独一无二，因为它组成的序列，每一条染色体，它在这个染色体上用4个编码组成不同的序列，每一条染色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它独一无二在哪里？虽然染色体都是双螺旋结构，虽然染色体都是由 ATCG 4个编码来组成序列，但是它就是因为组成不同序列，所以让每一条染色体都成为独一无二。例如我们人有22条1号到22号，22条长染色体，2条性染色体。我们从这个编码数据也可以看到，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都不一样，这是我们人的都不一样。那其他生物
同样它的基因组里面的染色体也是独一无二的，数据独一无二，更重要的是序列，编码序列独一无二，组成了不同的序列，就让每一个染色体都成为了独一无二。我们人就是24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组成了人类的独一无二的基因组。每一条染色体独一无二，它组成的基因组当然也是独一无二的。这24条独一无二的染色体，就像是24个子程序一样的，最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软件包，我们人的软件包，长成我们人的样式。而像这个金丝绒猴，它也是24条染色体组成了它的基因组。那么它的24条染色体同样因为组成了不同的编码序列，它的24条染色体也是独一无二的，组成了它的独一无二的软件包，长成了它的样式。因为 DNA 是信息，它是信息，这是最重要的。它组成不同的编码序列，就是要表达不同的信息，而信息决定了形体。每一个软件包的信息决定了每一个生物的形体。我们人的软件包的信息就决定了我们人体的内外形体，不光是外貌，而且还有里面的像思维呀这些信息，它都包含在这个编码的序列里面。比方说这个猴子它能爬的信息，爬树的信息，那就也在这个独特的编码信息里面。你比如说这个蝙蝠它能够在空中飞，这样的信息也在它的软件包里面，也在它的编码序列里面。而做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生物，有什么样的特征，有什么样的要表达什么样的信息，这样一个权威在创造者上帝的手中，这都是他的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据说现在是地球上有870万种的生物，还有很多没有被认识，没有被发现。不管是800万、900万、1000万或者更多，因为创造者用了这样一个方法，就是说用4态码 ATCG 来组成不同的编码序列，使每一个染色体独一无二，使每一个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组成独一无二的基因组软件包，这样就让每一个生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互没有任何关联，这样才能够各从其类。所以不管多少种的生物，它都是各从其类，它都是独一无二，没有相同的。也就是说，你像狮子，它是独一无二的，它遗传向下，它的后代都是它的样式。我们人从亚当开始就是我们人的样式，不可能有其他的生物再是我们人的样式。进化论常常把人和猩猩搅在一起，并说600万年前是共祖，纯粹是骗人的，因为他没有拿出 DNA 的证据，他可以乱讲。可是有 DNA 有数学，你可以去
查验 DNA、计算 DNA， 这都是可以看见的，所以他这个骗人一下子就会揭穿。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因为 DNA 编码四态码 ATCG 组成不同序列，构成了独一无二的染色体，这最重要。而独一无二的染色体呢，就组成了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就像软件包。独一无二的基因组决定各独一无二的生命。因为 DNA 是信息，是各基因组独一无二的信息，长出各生命独一无二内外的形体。因此一切生物只能是各从其类，只能是各从其类。我们再回到这个科学报告，我们已经反复说过，这是全民的 DNA 亲子鉴定的报告。大家都知道 DNA 亲子鉴定一定是要看双方的 DNA 编码，如果双方的 DNA 编码在相同的位点上有相同的编码，才可以知道有亲缘关系。那全民的 DNA 亲子鉴定就要查看全民的 DNA 编码，这就是一个全民的 DNA 编码的一个检测。报告说，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最后分析，这个分析就是查看 DNA 编码。怎么查看的呢？就是查看了我们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数据都把它找出来，把每一条染色体的编码序列把它测试出来，这样才得到了一个结论，确认人类基因组的30亿个碱基对，30亿，看到吗？就是这个30亿个碱基对，就是在染色体上的这个两两相对的每一对有30亿个碱基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编码对的遗传字母。为什么把它叫遗传字母？因为 DNA 是信息，是遗传信息，所以这个30亿的编码的遗传字母，重点就是科学家发现每个人身上 99.9% 都是相同的，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个人的 DNA 差异平均只有 0.1%，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与人之间每1000个编码只有一个不同，1/1000的差异。这是这个科学报告全民 DNA 亲子鉴定最重要的发现，发现我们全人类每个人身体中的30亿的编码 99.9% 是相同的，只有 0.1% 的差异。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0.1% 的差异有多么重要，就是说我们人与人之间1/1000的差异有多么重要，使我们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2个完全相同的人，就是因为有了1/1000的差异。否则没有这个差异，我们全部人100%相同，就没有办法分清彼此，没有办法分清你我。而有了这个1/1000的差异，就是同卵双胞胎也是有差异的。这是创造者的智慧，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宝贝。
那么从数学上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99.9%相同，最后的计算结果就是30亿编码只能是来自一个人，原个体。我们70亿人身体中的这30亿编码99.9%相同，不可能是分别长成这样的，而是 copy 至第一个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里有个数学公式是29亿，这当时这个公式呢是只计算了我们人体的1号到22号常染色体，所以是29亿，没有把这个 X 的1亿多放进去。所以这个1亿多放进去以后，我们人体的基因组的编码是30亿多。所以这个我们真正的差异其实就是男性有一个 Y 染色体5900多万的编码，女人没有，只有男人有。真正的就是在这里没有区别，在这里有一个5900万不一样，就是女人没有，男人有。所以其他的22条常染色体加一个 X 染色体，男女都是相同的。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中的编码30亿都是来自一个人，这个非常重要。从这个科学报告我们看见了全世界人体中99.9%的编码序列来自一个人，这样就看见了我们人类的始祖。不然人常说，人类始祖那死了很久，你怎么知道他有一个始祖谁是的呢？怎么知道是来自一个人呢？就是这样看见的。因为我们身体中的99%的编码是出自一个人，只可能是唯一的人类始祖一个人，是这样从编码看见的。这是科学。那么第二个看见是什么呢？第一个人身体中的30亿编码，它不是乱码，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编码序列是信息，它不是乱码，是表达我们人体内外形体信息的编码序列，是上帝为我们人所编的编码序列，它不可能是自然产生，只能是来自创造者。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创造生命的神，而且你还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这是从你身体每一滴血看见的。圣经里面说，神是个灵，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我们今天就是借着所造之物 DNA， 让我们看见了创造 DNA 的神，创造生命的神，让人无可推诿。我们过去常常都会推诿，你说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你就可以推诿，不是的。可是今天你不可推诿，是因为来自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滴血，每一根毛发，每一星点黏膜，都可以去看见里面的60亿 DNA 编码，看见这24条染色体，看见你自己身体中的基因组里面的这30亿对碱基对，你没办法推诿，这就是无可推诿。因为这个不是乱码，不能自然产生，一定要有一个创造者把它创造出来，不然怎么可以长出我们人这么完美的内外形体呢？所以这个是无可推诿的。第三个看见，因为男人有全部的 DNA， 什么意思？
就是男人有22条常染色体，男人有 X 染色体，男人还有 Y 染色体，它有全部的染色体。而我们女人呢，没有 Y， 没有 Y。而 DNA 编码它是以 copy 的方式，从第一个受精卵开始要分裂成2个的时候，它必须把身体中的60亿编码要 copy 到新的细胞中去，它是这样一个 copy 的方式。所以你只有男人有全部的 DNA copy 给女人，女人没有 Y， 没有办法 copy 给男人。所以从编码看见第一个人一定是男人，这是从科学上看见的。而科学上看见了一个不科学的一个结论，因为女人出自男人似乎很不科学。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由女人生出来的，怎么可能有女人从男人而出呢？只有圣经说过这句话，那圣经你就说啊，那不可信。可是今天我们从可信的科学编码看见的编码上看见，真的是第一个女人是从第一个男人出来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我们创造者的智慧。因为今天的人太顽梗了，不相信圣经，可是神就让你用你相信的科学看见了一个不科学的结论，让你无可推诿。第4个看见，从人独一无二的基因组看见了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基因组编码序列。那说明什么呢？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独一无二的原个体，就像我们人的原个体就是亚当，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原个体，而原个体的编码都不是乱码，都是编排过的生命信息。原个体的编码信息就决定了每一种生物独一无二的内外形体。就像我们这里看见的，这么多的生物都有不同的形体，不同的特色。你像这个金丝绒猴，它46条染色体，我们人也是的，可是它有它的特色，我们人是人的特征，这都是在编码序列里面，都是信息决定的。那我们就从这里看见了生物是各从其类的，而且每一个生物都有自己的原个体，是上帝创造了每一种生命的原个体，无可推诿，这是从科学上看见的。第5个， DNA 编码信息的遗传是以数码化的方式传递，数码化的方式传递，其特点绝对精准、稳定、保真。各生物相互间绝对不能发生共主、进化和微进化。我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圣经绝对无误，没有任何进化的发生，连微进化都没有。这5个看见都是从科学上看见的，叫人无可推诿。而且我们从这整个的看到都是什么？编码和数学。这就是 DNA 亲子鉴定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从 DNA 编码的解码，解码就是去比较编码，去看编码，和数学分析计算，追寻亲缘关系。这里看到了很多的数学，基因组的30亿编码，每个人 99.9% 的相同，每个人平均是 0.1% 的差异，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数学数字。为什么？因为数学是 DNA 解码的有力武器，
数学能最深刻、最直接地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绝对不会像那个进化论随便乱讲啊。我们人是4亿年前的一种古代鱼的后裔。你说4亿年前这个数字，4亿年的数字，你怎么去找？这本身就是忽悠人嘛，对吧？然后说我们人和苹果、香蕉、胡萝卜都是表兄弟，你到哪里去找数字？你到哪里去看编码？没有办法。正像数学家本杰明说的，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也不是假说，但是它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没有数学的认可，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理论也得不到解释。进化论的理论是得不到解释的，因为它没有数学这个裁判者，这个法官来为它背书。而我们在这里全部都有数学的分析，数学的计算结果。因此，数学是科学的女皇，太美好了，太完美了。这是我们创造者的智慧。当我们看那个动物世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怎么那么奇妙？你看到那些动物的一些特征、特性的时候，我们常常啧啧称奇。可是，想过吗？真正的奇妙是创造者的奇妙，是创造者的智慧。当我们看见了神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而可畏，我们怎能够不敬畏我们的神？怎能够不敬畏创造我们的上帝？进化论仅仅依靠骨头和化石的比较，告诉人们一切生物都是同一个根进化来的。他们没有任何 DNA 的科学证据。今天人们都知道， DNA 是生命遗传信息的唯一载体。一切与生命有关的问题，都必须从 DNA 中寻找答案。在 DNA 面前，进化论已经没有说话的资格。进化论只是一个欺骗人的伪科学。3500年前的圣经中，创造生命的神19次重复了一切生命各从其类。今天我们从 DNA 的科学中看见了一切生命各从其类。我们从所造之物 DNA 看见了神，无可推诿；看见了神的创造，无可推诿；看见了圣经无误，无可推诿。当我们看见物质层面生物体的时候，不能忘记构成生命体的细胞，更要认识细胞中的 DNA 编码信息，因为一切生命的内外形体都是 DNA 编码遗传信息决定的。可以说，一切生物浑身上下都是上帝
用这样的 DNA 编码编出来的。